法国骚乱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疑似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枪支出现在骚乱中。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忠诚 Talk， 我是卢忠诚。从上个月的27号开始，法国巴黎的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整个法国。尽管事出有因，可到如今示威者的口号里已经不再出现关于那场警察打死了17岁移民的事情，反而是想方设法破坏一切，成了这群暴徒的主流。而更让外界关注的是这场大骚乱已经从法国向邻国蔓延了。从比利时媒体晚报的消息看，法国骚乱在多地爆发，已经感染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列日等地，那些地方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示威活动。目前比利时警方已经抓捕了100多名暴徒。而在法国的另一侧，瑞士的交通路线也遭到了破坏和拦截。日内瓦方面已经宣布被迫暂停了和法国的跨境公路。此前法国调动了4万警力也未能阻止骚乱，马克龙不得不选择调动法军入场，但局势仍然在失控中。马克龙甚至取消了原定要去德国国事访问的计划，坐镇巴黎进行指挥。据路透社的消息统计这么几天来，法国前后共抓捕了近3000人，而且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共同性。这近3000名被捕的暴徒中平均年龄只有17岁，2代移民几乎成了这场骚乱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外网上有个未经法国官方证实的消息，是说这帮暴徒的手里从最开始用自制的燃烧弹，到现在已经在开始使用枪支去抢劫和破坏了，而且这批枪支疑似是美国支援乌克兰的那批枪支。这个发现就有点一切尽在不言中了。事实上，不管是国内新闻说中国旅游团去法国旅游，旅游大巴遭遇到暴徒袭击，还是外媒报道说法国骚乱向邻国蔓延，都已经表明了这场骚乱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是无差别的进行袭击，制造破坏的恐怖活动。而那批疑似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枪支，如果消息确凿，那基本就可以为这次恐怖袭击定性了。法国本身的社会问题终于成为了美国政府所使用的最锋利的刀刃。法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北非地区偷渡进欧洲的第一站。这种杂乱的非法移民带来的安全问题，导致了地方基层在执法上的惯性。法国的移民政策本就很宽泛，还动不动的就搞多元化，正规移民和非法移民，警察是很难分清的。时间一长，这种惯性就开始无差别化了，矛盾也就此埋下了。以前法国经济状况比较好，政府有钱发福利，很多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么过去了。可一旦经济下行，福利缩水，庞大的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移民及其后代，一看福利不对等，经济贫富差距大，种族歧视问题，心态再好也绷不住了。一系列的问题最终演化成了外来移民及其后代跟法国主体民族的冲突。此时美国在舆论上一引导，法国社会瞬间就崩溃了。这次法国瞬间爆发波及全国的骚乱，本质上是法国对移民和非法移民的管理问题。数百万非法的2代移民无所事事，平常就是小偷小摸维持着生计，而这一次得到外部势力的怂恿，上街闹事抢钱，可能还有钱拿，别提多高兴了。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马克龙就必须要解决已经几十年来固化下来的移民问题，否则法国社会就将始终是个炸药桶，只要有人点个火星，立马就会炸。而此次事件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也给世界各国，包括我国提了个醒，在对待外来移民问题上是绝不能轻易松闸呀。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